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面具人。今天是2021年的2月11号，星期四啊。今天是大年30呀，可能呢你们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已经是大年初一了啊。不管怎样，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一帆风顺，二龙戏珠，三阳开泰，四平八稳，五福临门，六六大顺，七星报喜，八面威风，九九归一，十全十美，新年大吉。新的一年开始了，尊敬的战友们，你们准备好迎接新年的真相了吗？新的一年里啊，作为大预言家的面具人啊，也不能算是预言家吧，叫做预判家啊。面具人呢，已经预判了很多事情，算是比较准确的了吧。今天呢，大家好吃好喝，吃好喝好啊。到了后半夜，年也过了，那就准备迎接新的一年吧。咱们今天讲的话题啊，稍微讲轻松一些的话题吧。毕竟呢，过年呢，对吧？咱们来看今天的标题啊，有房的全部讲钱，二线城市房价暴涨，共产你的房子。租房改革开始了，房价在涨，房子该不该卖呢？拜登手起刀落，冻结缅甸高官的资产，习近平军心不稳。好了，先来说第一件事啊，这个事儿呢，你们听完今天的节目就可以增加你的谈资，学会一点房地产的知识，学会一点经济知识，以后呢，尤其是在接下来的几天走亲访友的过程中啊，可以在你的亲朋好友面前现学现卖嘛，对不对？人家听了，你讲的有道理啊，觉得你厉害，你牛逼，给你鼓掌，对吧？当然了，面具人我接下来讲的并不是什么反共的东西啊，反共的挺共的朋友们你们都可以听，对吧？面具人有时候就在想啊，我是政治评论员呢，还是预言家呢？面具人从上个月就开始警告大家了，共产党盯住的不仅仅是买卖房子的这个市场了，共产党要开始锁盘了，然后呢，他就要开始搞房租了，知道吗？搞租房市场。老观众朋友们可以给面具人留言作证啊，看看面具人是不是精准的预判了共产党的这个房地产的走向，对不对？我上个月就已经说到过相关的话题了，对吧？你们啊，不管是挺共的还是反共的，咱们今天又不讲什么反共的话题，对不对？咱们今天就讲切切实实关乎你们每个人自身利益的话题，就是房子嘛。你有房的人你该听吧，你没房的人你买不买房，你买不买你也要了解这个房地产的局势吧，你也该听吧，对不对？咱们不是说谈什么骂习近平骂共产党嘛，对不对？那面具人我告诉你们一个恐怖的事情啊，就是共产党他现在已经不想再让房子买卖变现了，懂了没？这个不管你是反共的还是挺共的，这个现实你要承认啊。共产党他所有的政策现在都是在减缓房地产交易的效率，懂了没？他要把房地产的泡泡给锁死。那今天节目啊，面具人给大家提供一个关键词，就是卖转租。听懂了没？卖转租，记住卖转租这3个字啊，批示了你以后在中国生活的命运，这很重要。今天呢要讲的这个消息是对手里面有房的并且呢不打算出国发展的朋友们来说，应该算是个好消息吧？算不算呢？还是需要大家看完今天的节目，大家一起咱们在留言区讨论，来分析一下咱们在节目里面讲的这些内容，有没有道理，对不对？那至于拜登手起刀落的事儿，咱们放在节目后半段再来说啊。在座的观众朋友们，不知道有没有西安的朋友们啊？西安的话怎么来说？不知道有没有西安的朋友们啊？西安的观众朋友们留言告诉我，面具人我这个西安话说的怎么样啊？西安的观众朋友们，关于房地产市场啊，西安现在出了一些新政策，这个政策很重要。先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新闻啊，
2月10日，西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和财政局联合印发了《西安市支持住房和租赁市场发展财政资金补助和奖励办法》的通知，以下简称为通知。据悉，奖励补助资金主要投向租赁房源筹集、专业化、规模化租赁企业培育、体制机制完善、租金监测、房源数据库建立和住房租赁交易服务平台的建设，规范市场秩序、政策宣传，开展住房租赁基础性研究和采购第三方服务等推动住房租赁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领域。同时呢，纳入新建含配件、改建、品质化提升、盘活的租赁住房奖励补助项目，房源呢应相对集中，规模呢不少于50套或者50间，或者呢建筑面积不少于3000平方米。具体来看呢，此次通知的补助类标准主要分为3项内容。一呢是利用国有建设用地新建配件租赁住房，按建筑的层数，多层建筑6层以下奖励400元一个平方米，小高层建筑7到12层的奖励800元每平方米，高层建筑13层以上的奖励200元每平方米。新建配件租赁住房接受政府租金指导价的，按照1500元每平方米进行奖励补贴。看好了啊，接受住房政府租金指导价的，给你奖励1500元每平方米的奖励补贴，等于说国家来回购你的租房了，这个奖金额度可不小啊，懂不懂？那羊毛出在羊身上，共产党这么做肯定是有它的目的的。咱们接着往下看嘛。2是利用商业、办公、工业厂房等非住宅建筑，按规定集中改建为租赁住房，按建筑面积的500元一个平方进行奖励补助。改建后接受政府租金指导价的，按建筑面积700元一个平方米进行奖励补助。奖励补助计算面积按实际改建的租赁住房建筑面积计算，以不动产登记证或者是房屋的所有产权证、房屋的实测报告或者是相关文件为准。那相关文件呢，这个东西水太深了，面具人我给你们提个醒啊，相关文件，那省委书记、省长给的文件、给的批示算不算相关文件啊？这个习近平、王岐山给的文件算不算相关文件？这些话呢，往高了说没有边际了。咱们只用想啊，这句话的重点就是必须是要有房产证的，小产权房那些都不能算的啊。只有买了商品房的、商用房的，就是那种有证的，才能享受到这种待遇。说白了，就是要买贵的房子才行。买房这种东西，贵的就是好的。至少呢，在中国大部分情况下，这种逻辑呢还是没问题的。然后呢，就是这个通知写的还是非常的云里雾里的啊，有几个点非常的含糊。这个通知讲到了啊，新建、配件、改建，那面具人是比较难以理解的啊。就是说，他的意思是你有商品房啊，至少是要有证的嘛，对吧？那你应该是要配合党来改建自己的房子，对吧？类似于统一粉刷、统一装门、统一装空调，提升这个住房的品质，对吧？然后把它租出去啊，然后呢，党把这个地方就弄成类似于公租房或者是商用写字间，那全部都由党来管理，对吧？那按照现有的信息来判断的话，应该是这样吧，对不对？毕竟再具体的详细的细节它并没有再写了，咱们只能判断个大概。而且呢，还有一个疑点，就是这个奖励它共产党并没有说清楚到底是一次性的，还是说奖励好几次，还是按照每年，还是每个月，共产党并没有说清楚。当然了，这也是党的一贯作风，很多事情呢不能说透了，对吧？他要给自己留一个回转的余地，留一个说话的余地。反正呢，你们能理解，就是你这个房子配合党以后租出去，给你奖钱，奖励的是钱啊，并且呢，这个奖励的力度还不小呢。
你能明白这个点就行了。然后呢，它的这个奖励来源啊，主要分为4类。一呢是支持房地产企业将已建成的普通商品住房以及自持用于住房的这种房子啊，他持有，他自住啊，把这个房子用来租赁经营。那这个通知指出，对于西安市房地产企业出租自有普通商品住房的，按照自持租赁房租的面积每年这个是每年，他说清楚了，每年100块钱每平方米的标准进行经营奖励。那100个平方的房子，每年就应该能拿到1万块钱的经营奖励，对吧？100乘以100嘛，等于1万。这个奖励额度不小呢。但是大家要记住，羊毛出在羊身上。房子国家给你奖这么多的钱，然后国家再统一管理租赁，你要明白，最终这个压力长出来的羊毛是谁来承担呢？房租肯定是要涨了，对不对？那出租自有房源标准为，申请人他必须自有产权，申请人的母公司或者申请人同一母公司具有控股权的子公司自有产权，并委托申请人实施房租租赁经营。室内必须是已装修达到入住标准，并且在住房租赁交易服务平台完成租赁备案有效期6个月以上的房源，按套出租的房源只纳入奖励补助统计一次那我可以理解为就是打鸡血刺激市场，尤其是刺激租赁市场的措施嘛。至于以后还有没有更多的后续的奖励，那由党看着办，对吧？但是呢，这个消息至少能给很多有房的人打一下鸡血。然后呢，他说到按间分租的房源纳入奖励补助统计的奖励补助面积累计不超过该套房屋的建筑面积说白了还是按照一套奖励一次，懂了吗？然后呢，2呢是对租赁合同网签备案的企业予以奖励。通知显示，住房租赁企业、房地产经营机构通过住房租赁交易服务平台进行房源信息发布和网签合同备案的，备案期有效期为6个月以上含以上的合同，每间每套每年可申请一次租赁合同备案奖励。在西安市合法经营的住房租赁企业、房地产经营机构代理个人租赁房源的，通过西安市住房租赁交易服务平台进行网签合同备案的，按照50元一宗给予奖励。共产党他就是这样，给你把一个很简单的话说的绕来绕去，说白了就是西安的这些租赁中介、房屋中介你只要去帮共产党把这些房子租出去，一宗就是一起一个买卖，懂了没？就是50元一个单子奖励给你，你租出去一个，给你奖励50块钱每个企业每年网签备案奖励补助最高不超过50万元。我的妈呀，50块钱要乘以多少是50万元？那这个挺恐怖的，对吧？继续看3是对于接受租赁资金监管的企业予以奖励。通知显示，租赁企业按照要求接受我市住房租赁资金监管部门监管的，共产党这个新闻念的他妈的就跟绕口令一样。来接着看按照接受租赁资金监管的有效网签备案合同数，按照100元一宗予以奖励。每个企业每年资金监管奖励补助最高不超过100万元。也就是说，你帮他们租房子，租了以后，你的资金接受党的监管，说白了，你的资金要统一入到一个公账里面，然后呢，党奖励你每一个单子100块钱，懂了没？比之前你自己单干奖励50块钱要翻1倍挺好的是吧？能减少你的企业给员工开工资的压力、开提成的压力，是不是？4是对规范化经营的企业予以奖励。通知指出，
制定西安市住房租赁企业信用信息管理规定，对年度信用评价评级为 A 加和 A 级的企业分别给予100万和50万的信用奖励补助。看到没？共产党可以说是下了很大的本来鼓励这些房屋中介去帮他租房子，然后呢，对于终端就是房主这一端啊，鼓励他们加入共产党搞公租房或者是写字间，把房子交上来，对不对？那人家买的房子买了以后不能变现，但是呢可以交给共产党，交上去，然后呢共产党帮你租嘛，对不对？面具人我上个月都说过，蛋壳公寓暴雷绝对是人为举报的，然后呢你看共产党很快的就已经化身为蛋壳公寓的这个身份了，帮你租房，是不是？那等于说现在是鼓励这些中介机构不要推卖房了，以后要主推租房子了，明白了吧？这个和面具人从上个月就开始警告大家的，共产党现在已经把眼光不仅拘泥于买卖房子了，他把眼光聚焦到了租房市场了。等于说这种政策一出来啊，就是面具人我刚才开头提到的给大家说的卖转租，记住了吗？再念一遍，卖转租，这个很重要。这些中介呢，其实这些中介赚钱也不容易。共产党既然推出了这种政策，鼓励中介不要推卖房了，推租房，然后呢还有奖金拿，那推租房的利润更高，赚钱更快。那这些中介为了生存，为了赚钱，为了养员工，他肯定会以后慢慢的越来越去主推租房。至于卖房，看情况，除非有利益大的单子，能成交的单子，他还是卖。当然了，他的这个动力会小很多，懂了没？那中介他是决定买卖房子速度的一个最关键的一环，没有中介，房屋买卖会很难，对不对？咱们都知道，想卖房，要么通过朋友，要么呢通过中介，中介肯定效率高一些嘛，是不是？那共产党他推出这种政策，等于还是为了减缓房子的交易速度，说白了还是锁盘。不只是锁盘啊，它还起到了一个洗盘的作用。怎么洗盘啊？等一下我告诉你嘛。共产党他现在是害怕老百姓每个人都抛房子，把房子变现，把房子套现，把这个真金白银拿出来了以后，然后离场，最后呢这个泡沫就崩了，大量的资金释放到了市场以后，那整个市场就形成了钱多物资少，那你说物价会不会崩？懂了没？你了解中国的经济啊，你不能只算你口袋里面的钱，你要看整个社会体量。那除非你把房子卖了以后，你拿钱出国，中国再怎么烂，再怎么 low， 物价怎么崩，跟你没关系，对吧？那你能这么想，国家也能想到，懂了没？所以他现在要锁盘，但是呢，这些官员、地方政府，包括整个中央对外什么一带一路，它都是需要钱的，光锁盘满足不了它还要洗盘，对不对？所以呢，咱们先来看一下它最后的一点的这个奖励公告啊，第3点啊，存量住房经营品质化提升，盘活后作为租赁住房，说白了就是重新包装上市啊，等于说粉刷的漂亮一些，品质提升嘛。来看它是怎么说的，品质提升包括了室内装修及老旧现管改造、配套家居用品智能化管理、安防系统等综合提升房屋品质的相关内容，给予200元1个平方米的奖励。通知指出，同一项目补助类的资金只能申报新建、改建、品质提升盘活项目的一种。看，品质提升盘活项目就是把你的这些房子整体的改造一下，弄得好看一点统一的搞成什么公寓呀啥的租出去，对不对？并且呢不能重复领取奖励哦，但是呢奖励很丰富，看起来这些奖励的力度还都不小，对吧？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此高的奖励会给已经有房的人造成什么样的心理影响，并且呢等于说这些奖励
直接把房租市场的泡泡给吹大了，会对租房的租客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面具人我是做心理研究的，大家都知道嘛，老观众应该都知道面具人。我经常给大家说，共产党它的统治很大程度上是依赖着专业心理知识的。其实统治学就是心理学，你能够把老百姓的心理利用好，你就能做好很多控制老百姓的事儿。那共产党现在就做得很好，对不对？共产党他现在给这些有房的老板，给有房的房东搞了这么一套，那在不久的将来他可能会推出更多有利于房主的政策，比如每个平方米补几百块钱，你只要配合房子配合国家租房子，把房子上交统一弄公租房写字间，再给你奖什么什么钱，再给你孩子什么奖学分呀啥的，考试有奖励，这些都是有可能的。你只要敢开脑洞，没有共产党想不到的，对不对？那这样的话等于给这些房主有一种念想，就是又给奖钱，又给补房租每个月补几百块钱，或者是一次性补几万块钱，然后呢，国家还负责帮你把房子租出去，你光躺在家里面数租金收钱，是吧？那就会导致很多有房的人，他本来觉得现在是不是房地产市场不景气了呀？国家的这个房地产泡沫要爆了，太恐怖了，那我得赶紧把房子卖了，把钱套出来嘛，把钱套出来跑路嘛，对不对？去国外享受健康的空气、健康的医疗、健康的食品嘛，对吧？可是呢，当大家得到了这个消息以后，再配合新闻联播一片欣欣向荣讲这么多的钱，房地产市场依然在飙升，他就会有底气了。他就会觉得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并且呢，国家他现在比如说他给你补助资金，然后呢，他给你承诺包租包炒，高价把房子能租出去，然后呢，他也给你保证了你的房子还是会涨。国家肯定不会这么保证，但是呢，他会给你这种想法，会让你这么想，懂了没？那国家给你补助，又能让你的房子租高赚大钱，你说这个房子能不值钱吗？对吧？这些都是房子的附带的一些潜在价值，房子的升值空间，房子的租金收益比、回报率，这都是房子的潜在价值。那国家现在把这个话扔出来了以后，就会导致很多的房东他认为好得很，于是呢，他现在就不想卖房了呀，对不？就算要卖，他卖的价位会更高，因为他觉得他的房子值钱，有升值空间，所以呢，他就有底气把房子卖得更高，对吧？一般大脑正常的人都会这么想，对不对？那这种政策它刺激的就是有房的人更有底气。不仅如此，它刺激的不仅仅是有房的人，并且呢，共产党它为何在过年的这段时间把这个消息放出来？大家都知道，中国人嘛，逢年过节都会在一起吃年夜饭，对不对？就算不吃年夜饭，群里面大家互相聊个天嘘寒问暖呀，打电话呀，拜个年呀，对吧？我相信很多在座的观众朋友们应该都会有这种体验，就是逢年过节总会有那么几个亲戚炫耀自己家里面的房子。我买的那个房子我又花了几十万装修了，我又买了一个好车，我孩子结婚，她老公可有钱了，我们又准备买一套房子了，那个房子太好了，是不是难免会有这么几个亲戚这样炫耀装逼，对吧？那别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这种事儿一旦传出来他家的房子国家又给他涨了，国家还要给他补钱，国家还要给他奖励，还要帮他租出去。就跟咱们去村里面跟哪个朋友吃饭的时候，他家谁拆迁了，赔了多少钱，心里面羡慕嫉妒恨呀，对不对？这种消息一旦是传出来，会让很多人在自己的亲朋好友周围更加的有炫耀自己的资本了呀，对不对？看我买的房子
现在国家对我们有房的人好得很，又是给补贴，又是给奖金，又是帮你租出去，包租包炒包涨价。你看你没房你活该，谁让你不买呢？哎，我就是有房，我就是比你强，服不服？鳖孙子，干你啊！别看我是你亲戚，我就是找你刷存在感了，怎么样？服不服？你看国家现在对我多好啊，还保证我有房租。哎呀，共产党太好了。哎，然后呢，这些本来没有房的人，一听到他的亲戚他的朋友这么一吹嘘呀，一听到别人攀比呀，心里面就会非常的不服气，不好受。那不好受了以后，又受到了这种刺激，尤其是钱上面的刺激。那大家一看，确实挺好的，房价也涨，房子也涨啊，还给补贴，房租也涨。完了以后呢，还帮你托管，还帮你管理，还帮你租出去，还给你有保障，还给你保收益。那这就叫做包租包炒嘛，对吧？太好了呀，这是非常令人羡慕的。所以说呢，买房的人一受到这种刺激了以后就会激发他的一些买房的欲望。大部分华人是有非常强烈的虚荣心和红眼病的，这一点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不否认吧。所以呢，这些人也会羡慕呀，一听我的天呀，包租包炒呀，这房子不但涨价一个平方几万块钱，并且呢这个房子它房租还给你有保证，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呀？哎呀，太羡慕了。这兜了一圈房价还是要涨嘛，并且呢房租也涨，太好了。所以呢这些人一听忍不住了，又想买了。你看国家说降房价，这些话其实都是逗你玩呢，他不可能把房地产的水放出来，放出来就跟三峡大坝垮了是一个结果，懂了没？房价还是要涨的。其实呀，决定房价涨不涨的和国家的因素不大，你懂了没？国家是玩这种摆地摊骗术的庞氏骗局，知道不？可是呢，最终能决定房价涨与不涨的这个因素就是跟卖方与买方有关系，其他人都是多余的，其他人只能打辅助卖的人觉得它值钱，买的人呢也觉得它值钱，那么这个房子肯定会涨价嘛，对不对？房子涨跌的因素只受制于买卖双方的心态，懂了没？你卖的人觉得它要涨，买的人也觉得它要涨，那房子肯定卖得贵，是不是？这就是为什么开头面具人我说了，共产党是一个非常善于利用心理学来统治的政党。在中国这个社会，你有亲情，你有感情，你有非常强烈的虚荣心，无论任何东西，从电视秀到电影到微博到抖音到百度贴吧，再到你过年吃年夜饭过春节，包括你们此时此刻坐在电视机跟前或者电脑跟前，或者是捧着手机忧伤的观众，或者是蛋疼的观众，此时此刻在看面具人我拿着手机的人我相信你们依然是受到了你们的亲戚因为房子的问题冷嘲热讽，对不对？多少都会有这种情况吧。有的人给我留言，没有的人也给我留言，告诉我是为什么，对不对？你也可以在我的屏幕下方留言装逼嘛，当然了，要把握尺度，对不对？为什么这些人他吃饭他能拿房子装逼，他找女朋友他也能拿房子装逼？就是因为国家想让你们帮他做推广你看在中国你干什么事情都跟房子有关。昨天呢，面具人说到了，在中国房权就等于人权，每一个人的心都已经被房子拴住了，不只是心，可能医疗、养老、教育、工作、孩子上学都被房子拴住了。那房价为什么不涨？房价就是命呀，房子就是命呀，房子就是你的脸面呀，房子能决定你找不找得到老婆呀。那你告诉我房子涨不涨？
这就是一种加速度，所有的人都在互相的催化，都在互相的吹牛逼装逼，导致大家互相的极化，你催我，我煽动他，他找他装逼，对不对？这就是一个无限膨胀的恶性循环极化的过程。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有一点小的行情，有一点小的迹象，大家就会更加的有底气。然后呢，自己吹牛逼，一吹牛逼，别人看到了以后，更加觉得，哎呀，不得了，是不是？这也符合中国人的这种虚张声势的传统文化思想。一有一点点什么玄说呀，小道消息呀，道听途说呀，他们就会跟那个村口的老太太一样天天的东家长西家短的，对吧？嚼舌根儿。整个社会的催化链条没有发生变化，懂了没？所以呢，房地产市场不可能跌，并且呢，共产党推出的各种政策都是在催高房价、拔高房价。你买得起就买，你买不起还有办法能够收拾你，买不起你就租。不能说你买不起，你在中国混，你赶不上供，对不对？无法无天了，你当你是谁？你是哪根葱哪根蒜？你就是个奴隶奴才，懂不懂？而且呢，你们也不要把共产党想的那么简单。共产党为何会在此时此刻，尤其是过年期间来炒作这类事情？这就是面具人我说他想要的不仅仅是锁房锁盘，懂了没？他想锁盘满足不了他，因为这些一带一路外部竞争会越来越强，包括美国施压、国际施压，那共产党就会加大对外部的投资。钱从哪儿来？钱自然从你们身上来呀，对吧？从你们身上把钱拿走了以后，那你以后想要钱要工资，数字货币嘛，键盘一敲就给你发出来了嘛，对不？这都不是问题，对不对？所以呢，他需要更多的资金来源。资金来源怎么来？买房呀，房子值钱呀，一掏就是几百万、几千万，对不对？那国家就有源源不断的钱嘛。说白了就是一种割草机。所以呢，共产党在这边他会不停的吹泡泡、画大饼，让你们觉得房地产市场欣欣向荣，一直涨，还有很多福利，让这些有房的人呢，他就是稳坐钓鱼台，稳住有房的人的军心，让他们不会抛售。就算抛，他会高价抛，高价抛了以后，买的人又会觉得值这个价，所以呢，房子还是涨，有更大的热钱真金白银进来，并且呢是更大量的，这就是一个催化过程，对不对？它会让有房的人觉得应该持有，房子还是会涨，并且呢以后房租市场也是很可观的呀，房租市场就是未来呀。掌握了这个先机以后，就是稳坐楼观，观月喝酒，对不对？收着房租，麻将打着，遛个狗，多好的生活呀！你想不想过这种生活？好呀，买房子，对不对？把这些有房的房主维稳了以后呢，他把这边人的泡泡吹起来了他们很有信心，以后呢，买房的人就更加要挤破头的要进来了。因为他们有红眼病，那没房的人更加眼红，更想买，所以呢，供需关系并没有变，买方与卖方的心态还在极化，大家的热度反而上升了。那么民间一旦是受了刺激，更想买房了，房价又涨了，大家没有理由不买房呀，对不对？并且呢，共产党会把房权与人权挂钩，那这些还没有买房的人就会想尽一切办法的把自己的钱用来买房，这样的话，房子在涨的同时，那房贷不会给你放，或者放得更加严格，更加的范围小。昨天咱们也讲到了房贷限制、商业贷限制、消费贷限制，说白了，只要是贷款的资金就不能流入房地产。你想买这种高租金的房子包租包炒的房子，行呀，真金白银来买。过完今年，共产党肯定会制造一波经济复苏的热浪，而且呢，房价肯定还是会变态上涨，是变态上涨你们懂的。并且呢，这一次报道的只是西安，
西安它只是算一个2线中上游城市，它还不算是1线城市，离河北不远。2线城市现在的房价虽然不高，但是呢，租售比却不怎么样。你仅仅只是把房价抬起来，可是呢，房子的收益并没有抬起来的话，那共产党的这个心理游戏，这个庞氏骗局就玩不下去。毕竟嘛，没有好处的事儿，谁会去拼了命了，倾家荡产的把钱放进去呢？对不对？所以说呢，共产党他还是要想办法把房租也抬上去。那怎么抬？民间的力量你抬不一定够呀。你中介想抬，租贵了，人家不租了，对不对？只有说把整个市场垄断性的往上抬，老百姓不得不租，他才会去掏更贵的房租去租这个房子，对不对？那就是国家领头嘛，对吧？并且呢，要有既得利益者参与其中，谁呢？发动群众斗群众，房东斗房客，懂了没？通过蛋壳公寓的这个试验，就可以测试出来中国人性的黑暗和无底线。房东是很乐意于逼死房客的懂了没？那于是呢，把这个房东拉起来去剥削房客，这也符合共产党的阶级顺位统治模式官大一级压死人房东就是比房客高一级，所以呢，房东压迫房客，房东剥削房客是很正常的事儿。所以说共产党想得精得很，你们能想到的他都能想到国家给你把整个房地产房租市场来一个大鸡血，全部抬高，房东房主都愿意，房客你愿不愿意无所谓，你愿不愿意你也要住，你愿不愿意你还是要上班，你还是要生活。所以呢，你愿不愿意并不重要，你没有愿不愿意的资格和权利。这样的话，货币超发的问题其实也能解决。房租呢，它其实就是一个无限的蓄水池。昨天咱们讲到了吗？新观众可以回顾一下昨天的节目。然后呢，你看今天又出了一个大新闻，对吧？数字货币、房租、房价，所有的这个钱都可以被吸纳进去。那这样的话，就能形成一个无限循环。工资开给你，然后呢，房租、房价吸走。房子70年只能卖一次，房租每个月甚至每周都要吸，对不对？那你的劳动力就白白的产出来，然后呢，最大极限的压榨你的劳动力。为啥？给你的都不是真金白银嘛，给你的是数字货币嘛，对不对？2线城市现在房租一个月1000多块钱已经是不现实了，懂了没？太少了，不符合共产党的节奏。慢慢的呢，2线城市的房租可能会和1线城市的房租上升到一个水平线，对不对？4、5千一个月，3、4千一个月。而像什么1线城市，上海、深圳、广东、北京、江苏这些地方的房租可能会和世界的1线城市挂钩，比如东京、伦敦、纽约、悉尼，对吧？人家那都是上万一个月的房租，对不对？到时候呢，国家就会配合自己的文宣呀，什么欣欣向荣呀，一片大好呀，经济繁荣呀，感应超美呀，与世界接轨嘛，对吧？房租的上升就是国家实力的上升。你看美国发达不发达？那美国的房租贵不贵？好，东京的这个房租贵不贵？东京发达不发达？悉尼发达不发达？伦敦发达不发达？人家的房租贵不贵？那我们的上海、深圳也发达呀，是不是？你说工资，人家的工资高，你工资我也可以给你涨呀。来，数字货币给他键盘里面敲2下，对不对？国家怎么说？笔杆子在他手里，枪都在他手里，对不对？至于工资嘛，发的也是数字货币嘛，看着发，是不是？怎么玩都是共产党说的算，无限的调控，配合上帝模式的调控分分秒秒的监控你，你怎么样花钱，你的钱给多少，都是共产党控制的所以呢，你以后在中国想把房子一次性的变现变成真金白银，几乎是不可能的了。你能想到的，党也能想到。然后呢，
咱们再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国内发展，如果说所有的资金都在老百姓的手上，那共产党还哪儿来钱去搞国际扩张？还哪儿来钱搞一带一路？还哪儿来钱去搞军工、搞航母、搞核弹？咱们可以仔细观察啊，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民主化越强、私有化越强的国家，它的国家的实力啊，国家的专制程度就会非常的差，甚至是军力、国家开支就会非常的小，国家的资金就会非常的少。因为钱都在老百姓手上，选票也在老百姓手上，反之亦然。越是独裁集权的国家，军力越强，国家的调配能力也就越强。就像中国老百姓没有财富，可以说是无产阶级了，对不对？数字货币一出来，那绝对是无产阶级，你产的都不是钱嘛，你产的是数字嘛，对不对？你别说什么李兰斯呀、东哥呀、陈秋实呀这些人袁腾飞呀这些人，你去查查他们这些人啊，李兰斯我不知道，徐晓东、袁腾飞、梁宏达这些人他敢在国外没资产，来面具人我直播剁屌，我直播剁头，知道不数字货币一出来，聪明人他都知道咋回事，能做实政的，能混社会上游的他的讯息不会比你们这些底层人差，知道不？数字货币一出来，那你就完了，你真的就是无产阶级了，你是没产阶级。所以呢，劝各位谨慎的思考相关的问题，早做打算。如果说你是有计划出国呀，包括资产方面的问题，不知道该怎么办，或者没有路子的，可以看屏幕下方的内容简介，或者看置顶留言，给面具人我发邮件，或者加我的 Line。OK， 当然了，面具人我可能每天发消息给我的人太多了，少了50-60个人，多了可能上百个人，对吧？我看到了，我会抽空回你们的，对吧？然后呢，咱们再来看一下拜登总统最近的动向美国总统拜登周三2月10日签署了行政命令，宣布将对缅甸军方实施制裁，并冻结缅甸在美国超过10亿美元的资产。拜登也再次要求军方放弃政权，及时的释放民选领袖。拜登也表示，他已经命令让他的执政团队立即制裁主导政变的军事领导人。军事领导人个人也立即制裁了也就是说，说完这句话已经执行了，或者是说这句话之前已经执行了包括他们的商业利益以及在海外的生意，包括近亲的家庭成员，全部都制裁。诛九族，懂了没？政府也将禁止军方的一些不当取得和不当的赚取的利润，包括他们的10亿美元的资产，还有一些其他的产业，并且呢，拜登又警告，他将会祭出更多的制裁措施，包括实施出口禁令，呼吁其他国家加入制裁的行列。等于说全球唯独你你在英国、在法国的资产也完蛋了他会继续强调在医疗卫生、公民组织等方面协助缅甸，但是你要放人。看好了缅甸政变到今天也仅仅是1周左右美国政府拜登就迅速的做出了举动，而且是实质性的动作这个报复还挺也不算报复吧，制裁还挺狠的，挺及时的。你看川普他敢直接动习近平的资产不？动王岐山的资产不？对不对？不敢。川普就算是要动，他会提前几个月先给你打预防针，让你赶紧转移资产。说完话以后过去了几个月了，半年了，1年了，你再去动动了，人家把钱都转移完了，有啥用？是不是？拜登不呀，拜登你别看缅甸军变前2天拜登悄悄的不吭气儿，是吧？社会你拜哥人狠话不多，先把你钱动了，然后呢再告诉你，不好意思，我已经把你制裁了。那你觉得拜登的玩法好呢，还是川普的玩法好？川普是提前先告知你，你赶紧做好准备呀。拜登是先弄你，懂了没？咱们在之前的节目已经多次的分析过缅甸的军变，包括长期以来的军火武器军事资源都是中国在支持，对吧？
很多人说，哎呀，拜登今天跟习近平打电话了，但是你们观察啊，拜登是先制裁了缅甸，也就是中国的小弟，才跟习近平打的电话。那就相当于黑社会啊，两个大佬之间打电话，我把你的小弟陈浩南抓了啊，你这个蒋天养要不要给我表示一下啊？你觉得你还挺牛逼的，是不是？那我现在把你的小弟抓了，你觉得谁牛逼？而且呢，你们要看拜登和习近平通话之前都做了什么，在外围跟欧盟还有这些东盟已经密切联系过了，要围堵中国，而且呢，把3艘航母全部开到了习近平的家门口，还制裁了习近平的小弟缅甸，对吧？还让自己的司令官已经高调的放话，不排除跟中国打核战争，而且拜登还直接冻结资产，这个是中共的官员很怕的东西，你知道吗？拜登干事的速度和效率已经是非常的快的了。反观川普呢，川普上台了4年以来，对哪一个迫害人权的政府制裁过啊？他连一个马杜罗都制裁了半天，提前好几个月，甚至提前好几年给你做天气预报啊！我要制裁你了，你赶紧准备好伞，准备好转移资产，我半年以后制裁你，我2年以后制裁你，哪有这么傻的人？对不对？他再傻，他也知道自己要被制裁了，赶紧跑路，赶紧转移资产，对不对？拜登不呀，拜登不通知你，拜登就先把你弄了再说啊！而且呢，川普还背叛了自己的盟友呀，尤其是库尔德、叙利亚、阿富汗，这都是血盟呀，血盟背叛了，这在国际政治之间那是相当的无耻的。大家看过《冰与火之歌》没？比那个血色婚礼瓦德弗雷还要恶劣。所以说拜登做事啊，他是有自己的秤砣的啊，做事又快又准又狠，非常有效率。而且拜登在和习近平通话之前，昨天呀才把习近平骂过，说习近平每一根骨头里面都没有民主思想，对不对？然后呢，王丹还造谣说孔子学院怎么了？孔子学院怎么了？孔子学院的事儿跟拜登就没关系。川普制裁了吗？美国没有任何一个政府机构有权利去关闭民营机构，没有权利去关闭一个教育机构，知道不？这也是民主的一个尴尬，就相当于江峰这些人说啊，美国经济自由，美国言论自由，然后他们不停的造谣美国是一样的，一切都要依照法律程序来。江峰不是说嘛，在美国不应该制定最低工资标准，但是你们知道吗？古代的奴隶制也不用制定最低的工资标准呀，给奴隶开多少工资，给奴隶吃多少饭，都是老板说的算，奴隶主说的算，对不对？制定最低工资标准恰恰是现代人权促进生产、促进这个企业质量、劳工质量的一个标准，知道吗？你不给人家开工资，你当人家都是脑残了，人家不拿工资给你好好干活嘞，你有没有想过？还不制定最低工资标准，不制定最低标准，那行呀，你江峰在油管发节目，你说的嘛，老板有权利制定多少工资，那老板巴不得不给你开工资呢，对吧？你在油管发节目100万的播放量，1000万的播放量油管只给你1毛钱，行不行？你说的嘛，油管是咱们的老板嘛，老板有权利制定咱们的工资嘛好了，今天就讲这么多，大家想联系我的看下面的简介拜拜。